正常人类根本不可能把手整个塞进嘴里。女孩看见母亲做出这个举动，顿时害怕起来。她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呕吐的母亲好像发现了她，她赶紧关门，躺到床上装睡。女孩根本想不到，这个和母亲长得一样的东西其实不是人类，而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邪恶东西。女孩名叫招娣，她的母亲阿莲患有抑郁症，整天没有精神，窝在床上。这天招娣需要母亲送她上学，去学校的路上，阿莲再次跑神，招娣和她说话都没有了反应。路上出现了一匹马，阿莲也没有减速，眼看就要撞上去了，还是招娣夺过方向盘打了一把，才避免事故。车子停下后，心有余悸的招娣吼了母亲几句，让她回家待着，以后不要再出门。说完下车，自己走到了学校。在学校，招娣心不在焉地上了一天课。放学的时候，路过今天差点出事故的地方，招娣忽然发现母亲的车停在草地上，而且车门还大开着。招娣疑惑地跑过去查看，发现母亲并不在车里。就这样，母亲神秘地失踪了。第二天，他们报了警，警方过来简单询问了几句。招娣的父亲老胡把妻子有抑郁病的事也说了。警方听后就感觉阿莲可能是离家出走，后面就没有再重视。晚上，招娣正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母亲的卧室里有动静。她起身看到有个人绑在床上，头上还蒙着白布。疑惑的招娣慢慢地走过去，准备扯掉白布，看看下面到底是谁。招娣翻下床呕吐起来，刚才的噩梦把她吓得不轻，但同时这噩梦似乎在预示着什么。就在这时候，招娣听见楼下有人开门进来了。她走到楼下，惊讶地发现母亲居然回来了，正坐在厨房里吃东西。老胡感觉是妻子的抑郁症严重了才要出走，所以买了一些精神类药物给阿莲吃。但是阿莲的表现却很出乎意料，她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抑郁，反而非常开心，做饭的时候甚至能跳起舞来，连招娣都感觉不可思议。这些反常的表现她没有多想，只是单纯的认为母亲有所好转。只有招娣的奶奶察觉到了异样，阿莲直直地盯着她，却不吃饭。在奶奶的再三要求下，阿莲才开始吃东西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，饭桌上的人都能感觉到。晚上，招娣躺在床上还没睡着，忽然听见卫生间有呻吟声。她起床看向过道尽头的卫生间，发现母亲在里面呕吐。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，招娣看见母亲把手伸进嘴里，然后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西方有个传说，魔鬼和吸血鬼都无法吃人类的食物。后来招娣躺在床上装睡，阿莲过来看了看她，倒是也没做其他事情。第二天，阿莲把自己吃的药抠出来，放在窗台上压成细细的粉末，然后一股脑全都搓进了水杯里。她在镜子里把自己捯饬的精神点，冲了杯带药的咖啡，就给了老胡，说自己想出去散散步，不会走远。老胡很是开心，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。招娣放学徒步往家里走，路过一个胡同时，被几个同学拦了下来。这几个小太妹平时总是欺负招娣，他们逼问招娣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。招娣诺诺地说是胎记，太妹却说看着像是烧伤，而且只有一边脸上有多不对称啊，应该两边都有才好看。说着拿出气罐喷火给招娣看，要在她的另一边脸上也烧出伤疤。阿莲出手教训了小太妹，但招娣却并不开心，她感觉要母亲帮忙很是丢脸。两人还没等走到家门口，招娣好远就听见奶奶在院子里喊救命，她赶紧跑过去查看，发现父亲正躺在地上抽搐，嘴里还吐着白沫。招娣赶紧给父亲施救，同时让奶奶打急救电话。阿莲在一旁倒是很淡定，毕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检查发现是药物过量引起的，儿子没病，平时根本不吃药。老太太本来还有点纳闷，但看着昏迷的儿子，她很快就明白了一切。等招娣放学回到家，奶奶忽然开始讲她脸上的红斑，那确实不是胎记，而是烧伤的伤疤。当年阿莲特别想要一个儿子，生下招娣后，她几次嫌弃的把招娣扔在大街上，每一次都是奶奶去大街上找回来。终于有一次，奶奶发现婴儿车里的招娣被换了，虽然看着和招娣一样，但她知道那是邪恶的东西伪装成的。想要真正的招娣回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放进火里面焚烧。当年奶奶就是把招娣放进火里烧了，所以招娣脸上才留了疤。万幸的是，真正的招娣也回来了。现在她的妈妈出了同样的事情，奶奶认为回家这个阿莲就是假的，这邪恶的东西是想来带走招娣，来完成当年没有做成的事。
招娣听完，觉得奶奶是老糊涂了。她追问妈妈现在在哪里，奶奶说被她绑在楼上的房间里。招娣冲上楼来看母亲，母亲在床上绑着，好像还在昏迷。奶奶计划接下来把阿莲送进火里。招娣一听就不干了，上去要解开母亲手上的绳子。奶奶赶紧过来阻拦，招娣生气地推开奶奶。一个老人哪能是少年的对手呢？奶奶被招娣推出房间，并反锁了门。招娣解开母亲手上的绳子，拽掉嘴里面的嚼头。母亲慢慢地醒了过来，但她眼睛直直地看着面前的镜子。奶奶担心孙女遭遇不测，但这东西并没有对招娣动手，她只是下床解开了另一只手的绳子。吓坏的招娣站在旁边不知所措。阿莲命令她打开房门。奶奶看见孙女没事，松了一口气。阿莲走出去，恶狠狠地盯着婆婆，然后命令招娣去睡觉。见招娣没有动，她过来赶招娣回房间。Granny's feeling a little bit confused, sure. I am not confused. 外面开始响起奶奶的惨叫声，招娣吓得缩在床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了过去。等她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早上。房间门开着，她慢慢地走到楼下，看见奶奶在沙发上坐着，嘴角的血都干了，显然早就停止了呼吸。但她还睁着双眼，一看就是死不瞑目。阿莲过来假惺惺的要打急救电话，还没开始打，忽然又呕吐起来，这次吐出来的全是血，而且血里面还带着一根小骨头。就在招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家里门铃响了起来。她冲过去开门，发现是闺蜜阿娟来找她玩。阿娟一直都知道她妈有精神病，看她妈这样子，以为是病又犯了，就赶紧邀请招娣去她家玩。招娣就这样趁机逃离了家。在阿娟家，招娣把这2天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她决定按奶奶说的试试，把阿莲送进火堆里去。阿娟决定帮好朋友一把。今晚就是万圣节，外面空地上有人已经搭好了柴火堆，准备晚上的时候点燃，到时候他们可以把阿莲推进去。阿莲这时候在家里洗澡，她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的掉，皮肤也出现了大片的溃烂，好像这个肉体马上就要坏掉一样。传说万圣节的夜晚是地狱和人间相互打通的时候。阿莲拖着残破的肉体，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了大街上。她这副模样出现在万圣节，根本不需要化妆。Hey! Are you looking for me? 招娣赶紧跑到了柴火堆这里，但闺蜜却不见了。小太妹从旁边冒了出来，带着几个人把招娣围住，要报前几天被阿莲打的仇。他们把招娣塞进了柴火堆，准备点火的时候，阿莲从后面跑了过来。几个人看见阿莲，吓得赶紧跑，因为阿莲的样子现在变得更可怕了。招娣在柴火堆里也是大气都不敢出，这东西围着柴火堆转圈，最后找到一处空缺钻了进去。招娣吓得往后缩在了角落。这东西劝招娣跟他一起走到一个没有痛苦、没有悲伤的地方，那里还可以再见到他的妈妈。招娣似乎是被说动了，走过去投入了这东西的怀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罐子扔了进来。关键时刻，阿娟终于赶了过来。What are you doing? I'm your mother. You are not my mother. 阿娟把招娣从火堆里拖了出来，两人一起看着柴火堆烧成了灰烬。第二天，警方仔细检查了现场，但在灰烬里没有找到任何人类的身体组织，他们只能认为招娣和朋友出现了幻觉。电影的最后，家里的门铃又响了起来，招娣过去开门。